了，如果你來新疆，突然發現在路上有那種敞篷的小貨車，上面拉着幾個人，他們拿着棍子，敲着鼓，吹着嗩吶，這可不是安排給大家表演節目的，他們的後面肯定有一個車隊，這是新疆人的婚禮，他們不光會敲鑼打鼓，遇到紅燈，新郎團還有可能會下來跳舞呢。你可以開着車跟着他們吃席去。今天晚上吃烤包子啊？行，沒問題。有點乾巴吧？那來點喝的，來個牛奶。可以啊，我正渴呢，來10塊錢的。10塊錢太多了吧？你喝不了。10塊錢我一口氣就能喝掉，10塊錢牛奶我喝不了。你確定？老闆，來10塊錢的牛奶。袋裝嗎？這裡是牛奶。對，這就是純天然的牛奶。這剛剛是1勺。哎呀我2勺。老闆10塊錢啊？对。這麼大一袋嗎？來喝，你要咋喝？來吧。我能喝了。哎，過來，這得拿回去煮，煮完以後還會有奶皮子呢，可好吃了。這新疆可以啊，牛奶比水便宜。完了！牛奶喝不完怎麼辦？把它做成酸奶。今天教大家做酸奶，来吧，我们開始。我們先把鍋燒一下，把裡面的水弄乾，把鮮牛奶倒鍋裡燒開。哇，5斤的牛奶這麼多，把它燒開，燒開以後把它晾到40度左右。看好牛奶在煮的過程中會形成一層奶皮子的，稍微再燒一下。完了！沒事，不影響，煮冒了就好了。容器要燙一下，奶皮子給你挑出來看看，看這麼厚，天哪，這可以悄悄的吃掉。把晾好的牛奶放到我們的容器裡。接下來是最關鍵的一步，就是把我們的引子倒到我們的牛奶裡面，這就是新疆的酸奶。這麼小一罐可以換來這麼大一大盆，還是很划算的。看，新疆的酸奶是固體的，需要把它擠出來，把它攪拌均勻，用保鮮膜給它封口，把它放在電飯鍋裡面就可以了。等待8到10個小時，我們看成果。朋友們，我們的酸奶已經做好了，到底成功了沒有呢？哇，看這個狀態就是成功了，它已經結成塊了。真正的好酸奶就是這種固體的才是。看，有點酸，上面有一層奶皮，特別好吃，很成功。按照我的方法做起來吧。你好。走吧，肚子都餓了。菜齊了，今天我們吃頓精緻大餐。大餐當然要配好酒，這是咱們新疆人的小香檳。新疆的烏蘇小麥白沒喝過吧？很多新疆的朋友喝過的都說好喝。這個小麥白用的是進口澳洲的大麥，還精選了新疆本地的優質白皮小麥釀造出來的。會喝的人能喝出好幾種香氣，你試試，你能喝出什麼香氣呢？麥香、果香、酒香，果然不同凡響。尤其是麥香特別濃郁，還有淡淡的回甘。今天的規格真的是拉滿了。這麼高檔的新疆餐廳，再加上這麼精緻的啤酒，新疆人待客講究的就是熱情與儀式感。咱們一起乾杯！大餐美酒都有了，我們的氣氛也要再熱起來。走，我們跳一段，讓大家看看什麼叫新疆的漂亮飯、漂亮酒、漂亮舞。今天我們來相聚，人群中我看到你，人群中我看到你，我把玫瑰摘一朵，該怎麼去送給你？我把玫瑰摘一朵，該怎麼去送給你？我們唱起來，我們跳起來，歡樂的 My Step，一起跳起來。
前段時間玉米作為燃料烤肉的事情引發了很多人的關注，這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其實新疆也大面積的種植了玉米，而且新疆因為日照時間長，為糧食高產提供了天然的優勢。在新疆伊犁，全州200余萬畝玉米，平均牧產1209公斤，創我國玉米大面積單產新紀錄。產量越大，壓力越大。種植了這麼多的玉米，到底要怎麼消化？其實玉米是一種優質的全穀物主食，它富含膳食纖維、多種維生素、礦物質等。但習慣了快節奏的人們，現在吃玉米是越來越少了。現在的玉米價格確實越來越便宜了，去年8根，今年10根。嗨，要不大家玉米一起吃起來？刀郎老師演唱会上有一首特殊的歌曲，由徐子瑶演唱，是那一首《燕子》，大家喜歡吧？你們絕對想不到，這首歌曲居然是一首已經傳唱了80多年的哈薩克民歌。1981年，歌曲由約瑟夫·馮擔任編曲，改編了國語版，由李谷一老師演唱。刀郎老師於2003年將這首歌曲收錄在專輯《西域情歌》之中。如果你認真傾聽這首歌曲，相信這首歌一定能讓你潸然淚下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哈薩克族為什麼會對燕子有如此特殊的感情呢？核心的原因就是哈薩克族是游牧民族，他們世代逐水草而居，而燕子是最早北歸的候鳥，它的到來意味着冰雪消融，草原返青，牧群轉場，象徵着新一年的希望與豐收。燕子在牧場文化裡是吉祥、忠貞、自由與歸家的象徵，也是草原春天與幸福的信使，更融入了神話、生活與民歌的集體回憶。哈薩克族傳說中，燕子為了保護人類，智鬥巨蛇阿依达哈爾，咬斷告密蚊子的舌頭，用智慧化解人類災難。從此，燕子的分叉尾羽成了勇氣與智慧的標誌。民間深信，燕子在站房、房頂築巢是家庭和睦、人畜興旺、好運降臨的吉兆，會被悉心的保護，絕不驅趕。同時，燕子還是愛情與忠貞的象徵。燕子雙宿雙飛，終身相伴，契合哈薩克人對愛情與家庭的向往。民歌《燕子》正是以燕子喻心上人，唱盡思念、忠貞與對團圓的期盼。朋友們，這首哈薩克民歌你喜歡嗎？朋友們，我出息了！這次我上的是央視總台 CCTV1 和美鄉村新春會，正月初1下午在央視1套播出。我將帶着新疆的海鮮向全國朋友們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到成功！給我點個讚吧！今天我們出來做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，看我這個大袋子，這是刀郎老師給我們送的 T 恤，上面寫了高高的雪山祝福你們。今天我們把它裝裱一下，新疆的畫框是非常豪华的，我帶你們去看看。这邊還有刀郎老師7本黑膠，我們一起把它裝裱上。走，看這兒有這麼多，選哪個好呢？新疆的掛畫是不是很漂亮？這個怎麼樣？這個呢？大家腦補一下，把這個畫換成這個，好不好看？看這個發財樹，如果我換了一個大房子，我就掛它。這個掛畫裡面放的都是我們用的盤子，是不是也很好看？我覺得這個框子可以。黑邊會好看嗎？你就選這個。可以。高高的雪山，祝福我們。3天以後我們就可以取了，期待吧。中國歷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王朝是哪個？可能很多人都沒聽過。要判定中國歷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王朝，需要區分為大一統王朝和地方割据王朝2個範疇。在大一統王朝裡面，存續時間最長的王朝是周朝，西周、東周包含春秋戰國，總計存續了約791年。在這期間，大家都公認周天子為天下共主，直接掌控核心的疆域，實行分封制。但在中國的歷史上，有一個地方王朝比周朝還多活了400多年，一口氣持續了1200年，它就是於田王朝。於田王朝相傳由尉遲氏建立，最早記載見於《史記·大苑列傳》，是西域36國之一。早先依附於匈奴，後歸降西漢，納入西域都護府的管轄。這一時期，於田以農業、手工業，尤其是絲綢、玉器聞名。玉器對，於田就是現在的和田。和田玉其實早就很有名了。于田王朝建立於約公元前232年，覆滅於公元1006年。唐朝是于田最興盛的時期，它被冊封為毗沙都護府，成為唐朝安西四鎮之一。這一時期，于田疆域擴張，文化繁榮，各方面達到了頂峰，同時也是絲綢之路南端的核心紐帶。唐朝末期發生了安史之亂，于田王尉遲氏還親自帶兵去長安平定安史之亂。9世紀中葉，唐朝衰落，于田一度被吐蕃佔領，後復國並建立大寶於田國，與敦煌的歸義軍結盟。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，隨着喀拉汗國的
東擴，於田與喀拉汗國開戰了長期的戰爭，最終在1006年被滅，王朝正式結束。1200年，於田的存續經歷了西漢、東漢、曹魏、西晉、南北朝、隋朝、唐朝5代10國，直至北宋。怎麼樣，壽命夠長吧？雲南的樂伎編號4815-27正式定陵蛟龍。這場牽動億萬網友的全網正面活動，因所有人心意相同的深情，早早落下了帷幕。以蛟龙為名，是對賀蛟龍主任最綿長的致敬，是跨越山海的深切懷念，是千萬人不約而同的深情奔赴，更是藏在心底的精神共鳴。而在此之前，新疆野馬國際他生前骑乘過的那匹汗血寶馬，早已被鄭重地命名為蛟龍駒。賀蛟龍主任的一生曾多次來到野馬國際，與汗血寶馬相伴拍攝。汗血寶馬素有驍勇健韌、踏浪前行的風骨，他不懼戈壁風沙，不畏雪原嚴寒，一往無前的模樣，恰如賀蛟龍主任始終堅守的模樣。他如汗血寶馬般執着堅定，扎根新疆基層20餘載，為了家鄉的發展策馬雪原，躬身直播，摔過無數次，仍次次起身，從未停下前行的腳步。一花一駒皆冠其名，馬的驍勇與他的堅守相融，花的芬芳與他的溫柔相伴。賀蛟龍主任從未遠去，他的精神如汗血寶馬般馳騁在新疆的天地間，如蛟龍樂伎般綻放在山海清風裡，歲歲年年永遠被銘記。相信我，閉上眼就能到達。